很抱歉，咖啡过量真的会死人的，但这个过量需要你在短时间内喝下75到100个标准杯的咖啡。这意味着，如果你猛地海纳百川的膀胱，大概率只能望氧兴叹。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咖啡可以随便喝，或者说毫无副作用。咖啡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反应？它是否会让人上瘾，犹如毒品？它是否存在安全剂量，犹如禁忌人群？有关咖啡有哪些误区和谣言？它对人体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今天就让我们揭开咖啡的真面目。英语科普：咖啡因。有些朋友可能会很奇怪，咖啡明明很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苦呢？恭喜你，说这话的朋友大概率没有尝过生活的苦，所以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咖啡会被叫做续命神器。但咖啡究竟如何让我们续命人呢？你一定听说过 ATP 吧？它是生物体内最直接的能量来源。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在细胞内，它会提供能量，维持身体的运转；在细胞外，还会产生腺苷，与神经元上的受体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放电和活动，让你感到疲惫，提醒你休息恢复。所以腺苷就好比一把把插入刹车装置上的钥匙，而咖啡中的咖啡因，巧了，竟然拥有跟腺苷类似的结构，这意味着它也能插入刹车装置上的锁孔。但问题是，它不转动，关键它自己不扭，还占用了腺苷的位置，这叫什么？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占着鸡窝不下蛋。那么刹车装置就无法启动，就能刺激我们保持清醒和专注。有意思的是，腺苷受体并不只存在于大脑之中，某些脏器里也有，比如肾脏。当腺苷受体被咖啡因阻断时，会抑制近端肾小管重吸收，来促进排尿和排钠。换句话说，你会出现尿液增多的情况。你的大脑可以接受一定量的咖啡因摄入，但如果你的腺苷受体一直被占用，你疲惫的身体也不会束手就擒，它会生成新的腺苷受体，强行降低大脑的运行速度。为了抵抗身体的抵抗，有些人就会摄入越来越多的咖啡因来阻断这些额外的受体，以此来保持清醒。所以当这些人突然停止摄入的时候，比之前多出来的腺苷受体就会让腺苷过度发生作用。些使用者会出现嗜睡、头痛、疲惫、易怒、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等戒断症状。但跟毒品不同的是，这些过量的受体在几天后就会自然消失，你很快就会恢复如初。所以，咖啡因会导致轻度的身体依赖，但又不足以归类为真正的成瘾。当然，咖啡对身体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约30%的人在喝完咖啡后想要大号，就是因为咖啡会导致胃分泌更高水平的胃酸，也会刺激加速乙状结肠的蠕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通便侠是咖啡因，但同样的效果，我们却没有能在含有咖啡因的碳酸饮料和茶水中发现。直到喝了低咖啡因的咖啡，仍然想上厕所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是咖啡里的1000多个化合物中的某一个做了好事，没留名。咖啡因会刺激肾上腺素的产生，让你整个人处于高度集中的战斗状态，提高你的专注力、耐力、力量与速度。但是摄入过量的咖啡因，或者对咖啡因不耐受的同学，会出现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焦虑出汗、恶心头晕等不适感。人体内的咖啡因水平在口服后约30分钟达到顶峰，平均半衰期是4到6个小时，主要是通过肝脏中的酶来降解。有些人比较天赋异禀，能够迅速将咖啡因从血液中清除，大半夜的喝上一杯也能入睡。有些人中午喝完一杯，到晚上都辗转反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为了减少咖啡因对睡眠的影响，建议普通人群尽量下午3点之前饮用完毕。当然，关于咖啡还有很多有趣的谣言，比如有人说喝热咖啡会致癌，这句话呢说对了一半。热水、热汤、热茶，只要超过65度都有致癌的风险。问题在热，而不在咖啡。超过65度的热饮被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归列为2A 类致癌物。IARC 将致癌物质分为4类：1类明确对人体致癌，比如酒精、槟榔、烟草；2A 类有明确证据证明对动物致癌，对人体致癌证据尚不充分，即对人很可能致癌；2B 类对人类致癌的证据有限，或在实验动物中有足够的致癌性证据，或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该制剂表现出致癌物质的关键特征，即对人可能致癌；3类对人类的致癌性尚无法分类，即不知道会不会致癌。而咖啡曾在1991年列为2B 类致癌物，即对人可能致癌。理由是有限的证据表明人喝咖啡对膀胱有致癌性。
这么评估的依据是当时有22项关于喝咖啡与膀胱癌的流行病学研究，其中有16项发现喝咖啡与膀胱癌存在微弱的相关性。然而2016年 IARC 又对咖啡是否能致癌重新做了评估，认定这些发现喝咖啡与膀胱癌存在相关性的研究结果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排除吸烟等因素，所以他们就给咖啡平反，将咖啡归类为3类致癌物，即不知道会不会致癌。还有人说咖啡会让你得高血压，至少目前看似乎没有这样的倾向。咖啡会刺激肾上腺素的产生，促进新陈代谢，同时提高心率和血压。长期饮用却不会导致高血压，猜测是因为耐受性增加。还有传言说喝咖啡会促进胃酸分泌，导致胃溃疡。然而现有研究并未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但咖啡也可以降低食管括约肌压力，会增加胃食管反流的风险。胃食管反流患者要谨慎服用。还有人说过量咖啡会损害身体，这句话呢也没错，但是要注意问题在于过量。过量的水会导致水中毒，过量的蛋白质会危害肾脏。任何物质只要过量，都对人体有害。FDA 指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约4杯以下。但建议各位服药的时候不要喝，因为咖啡因本身就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精神药品，它可能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影响药物的代谢，影响人体内的血药浓度。如果非要喝，请打开药品说明书。因为目前还不能确认咖啡因对胎儿的长期影响，以及对发育中的大脑也会影响甚不明确，所以孕妇与儿童需要慎重考虑咖啡因的摄入。虽然目前有很多研究论证了咖啡对预防一些疾病的有效性，但是证据尚不确凿，所以我们仍然不想推荐大家通过饮用咖啡来预防疾病。只能说，对普通人而言，适量饮用咖啡并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事情就好像咖啡，它不会好到完美无缺，也不会像流言盛传的那般洪水猛兽。我们要做的是去了解它适不适合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